这神州皇国让我感到越来越有兴趣了。一旁的牧尘目光中流露出一道金芒。自从他知道有这一个神州皇国之后，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在沸腾，似乎感觉到这皇国之中有什么能量在使他兴奋。的确很有意思，或许这只是我们的开始，非常期待神脉会之中的那些神脉品都会是什么样的恐怖存在。灵动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神脉会的期待。如果是换作在万界之中的任何一道拍卖会，都没有让他们有这样的感觉。既然我也拿到了神级功法，那么我们就先离开这里吧。这里围过来了越来越多的那些面露震惊目光的神奇之人。为了不让这里出现紊乱，萧炎则是主动说道。众人也是点点头，然后在那些震惊的目光注视下，萧炎等人便私离开了这个充满历史痕迹的古老殿堂。他们的身影逐渐远去，却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些人应该是来自丹神塔的吧？难怪会有如此恐怖的天赋和实力。突然在人群中，似乎有谁认出了萧炎他们的身份。一道让所强者惊骇的声音缓缓传出：什么？他们是丹神塔的人？竟然是神州极南之地的那一道超神巨擘势力丹神塔之人。在众神奇强者都知道了萧炎他们的身份后，脸上的吃惊之色更为的浓郁万分。在萧炎等人的离开后，刚刚那位迎宾女子则是也悄然的离开原地，朝着神迹宫殿的另一处方向走去。她穿过幽深的长廊，来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房门之前，然后打开这道房门，其身影也没入了其中。房间内空间深邃，如同被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，四周模糊不清，仿佛置身于一片独立的天地之中。他步履匆匆，直奔这道空间深处的一座宫殿。那座宫殿雄伟，门楣上雕刻着古老的图腾，仿佛诉说着悠久的历史。迎宾女子推开重重的宫门，她踏入了一个静谧的宫殿之内。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气，是特制的熏香，能让人保持清醒。宫殿内部装饰华丽，壁画生动，金碧辉煌，但在这份奢华中却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清和孤寂。然后在他的正前方，一道高大的身影立于这处空间的中央，身披蓝黑衣袍，肃穆而威严。大人，我来这里要向你禀报一件事情。迎宾女子俯身行礼，声音低沉而恭敬，旋即深呼吸一口气，将刚才在神迹宫殿内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那道高大的身影。声音在宫殿中回荡，伴随着轻微的回音，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骇然之意，显然还是被萧炎能够在第4层拿到神迹功法而久久不能平静。高大的身影依旧静默不语，只是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整个宫殿再次陷入了寂静，只留下光影和呼吸声在空旷的空间中交织。这种沉默的氛围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这道巨大身影才缓缓转身，目光如炬，投向这片天地的上空。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决断，似乎已经有了下一步的打算。我知道了。你先下去把迎宾女子听稳。再次对着眼前的高大身影做了一个毕恭毕敬的行礼，最后默默地退下，离开了这座宫殿中，只留下那高大的身影，孤寂地矗立在这片天地的中心。过了千万载，你终于出现了吗？他的声音中蕴含着难以言喻的沧桑，仿佛穿越了时间的尘埃，抵达了永恒的彼岸。那道高大的身影似乎是在回忆某个让他心驰神往的人，眼神深处闪烁着无法抹去的情感。最后，那道高大的身影如同从未出现过一般，缓缓地与四周的空间融为一体，消散这片天地之间。神迹宫殿外，萧炎他们出来后，又穿越了皇国的几个街道，每一个街道两旁商铺林立，檐下飘扬着各色帆布，铜铃声声，烟火气息扑面而来。街上的行人络绎不绝，商贩们吆喝着自家货物，声音在巷弄间回荡。偶尔有几声马蹄声敲击着石板，带起一串尘土飞扬。忽然，一座建筑映入眼帘，它不同于周遭的喧闹，沉稳而古朴。门前立着2个石狮，神态庄重。建筑之上写着几个大字，虽然萧炎未曾细看，但那笔锋之犀利，气势之磅礴，已然让他心中一震。那是萧炎的话音未落，一股雄浑的气息从建筑深处涌出，如惊涛骇浪般席卷街道。众人面色巨变，纷纷后退，以避开这股力量的冲击。好强大的神力气息！萧炎灵动目尘散热，紧握双拳，眼中闪过一丝兴奋。这股力量的释放者，恐怕就是神州皇国之中的某个大能之一。他们立马透过神魂力量区窥探建筑之中的景象。然而在这座建筑的内部，一个身穿华贵长袍的老者端坐于殿堂之上，他的目光透过窗棂，也正在淡淡地望向街道上的萧炎、灵动目尘等一行人。尽管只是短暂的目光交汇，却让萧炎、灵动目尘感到如同凛冬之寒。他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心中更是暗自啧舌。在接下来，萧炎、灵动目尘等人也极其的震惊，他们也透过大道神魂的力量，看见建筑的殿堂内光线昏暗，仅有的几束阳光透过高窗投射在老者的身上，为他银白的发丝镀上一层金色的边缘。他的眼神中却是透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与深邃，仿佛能透视人心，洞悉天机。而他后面所说的话语轻飘飘地在空气中回荡，每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仪和震惊，如同古老的钟声在萧炎他们的心灵深处激荡。
你们竟然身怀大咒的神物、神火、祖符、原始法身，以神物修炼的修炼者，老夫还真是少见。年纪不大，竟然实力已达大道之境，难道外界的万千之道已经全部被解封了？这位老者的语调不高，却让整个殿堂中的空气仿佛凝固，每一个字都沉甸甸地压在萧炎等众人的心头。进来吧，在你们进入这个皇国的那一刻，我便注意到你们了。那位老者则是直接施展神魂的力量，传音给萧炎、灵动沐尘等人。见此，萧炎他们的身躯也是微微一怔，不过自然对方邀请他们进去，自然也不会拒绝。毕竟这位老者的实力如此强大，想必在这独立的神州皇国中，恐怕都是有身份有地位之人。旋即，萧炎等众人直接进入了这奇特的建筑之中。而在他们走进去之后，周围那些皇国之人便是用异样的目光看向萧炎他们消失的位置，他们竟然受到了老君王大人的邀请，还真是少见。奇特的建筑之中，这里面没有其他的建筑，有的仅仅只是一格扭曲的空间，而空间的尽头则是伫立着一座古老而神秘的宫殿，并且这四周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息。很快，萧炎他们便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宫殿的殿堂之中。那位老者身着华贵的长袍，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，双目如星辰般深邃。只见他微微一笑，那笑容中透露出无尽的沧桑和淡然。萧炎、灵动沐尘等人与这位老者对视的那一瞬间，只感觉如同被冰水浇灌，浑身的修为在那股凌厉的目光下无所遁形。老者的存在就如同一座巍峨的大山，压得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。能够在一眼就看穿他们的修为和修炼之物的，恐怕这位老者的实力已经达到深不可测的地步。萧炎他们的心中充满了震撼，这位老者仅凭一眼就洞悉了他们的来历和修为，这等实力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评估对方。老者的形象在他们心中变得更加高深莫测，仿佛他就是这片神秘领域中的主宰。周围的环境也似乎因老者的存在而变得更加肃静，原本细微的风声和虫鸣都仿佛在敬畏眼前的这位老者。老者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威压，让萧炎他们甚至感到了一丝窒息。然而老者的表情却依旧平和，仿佛刚才的洞察对他来说不过是轻描淡写的一瞥。萧炎他们站在殿堂的中央，感受到四周那独特的气流变化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震动。他们的脸庞上虽然没有丝毫的波动，但紧握的拳头却暴露了内心的惊涛骇浪。他们知道，眼前这位老者不仅知晓他们内心的秘密，且自身的修为更是深不可测，至少是与他们同样境界的大道主神，甚至比他们的修为还要高。你们也不必紧张，虽然你们的实力修为在我眼中暴露，但是老夫对你们的实力也感到十分的吃惊。老者的声音平静而有力，仿佛能直击人心。萧炎、灵动沐尘以及丹神塔的一众人，他们默默地站在原地，然后恭敬地拱手示意一下前辈。你要我们来此事有何事情吗？他们知道眼前这位老者的实力恐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，他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这位神秘而又强大的老者，毕竟这还是他的底盘。但是这位老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萧炎的话，而是将目光轻轻一转，落在了花仙子云韵内塔之主以及10大神斩老等人的身上。老者的目光之中倒影出他们的身影，并仿佛已经看出了他们如今的修为。他的体内蕴含的特殊血脉，还有这些人身上的道法是丹道的波动。花仙之道、丹道，你们是来自圣花殿和丹神塔的人。老者的话中没有丝毫的质疑，因为他确信自己的感知不会出错。此话一出，身为大道主神的云韵，他的目光锐利而深邃，但此刻却难掩震惊。他修炼的花仙之道向来隐秘无双，就连寻常的大道主神也不能窥探其分毫。然而眼前的这位身穿华贵长袍的老者，仅仅一眼就洞悉了他所有的秘密，这如何不让他心生惊疑？花仙子云韵的柳眉轻轻蹙起，内心的疑惑如潮水般涌来。他的修为深不可测，经过众多生死的磨砺，才让他有了如今的造就。即便是一些寻常的大道主神的大能者，也丝毫不会让他感到一种压迫，但今日他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形压力。这位老者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何要将他们全部聚集于此？花仙子云韵只能先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波动，他的眼神则是依旧坚定，准备面对接下来的一切。